我看什么？我看一种东西，唯一一种东西就是我不饿的时候也能看的，就是印度美食 official。我只有看这个，因为我知道这个看了也不会馋，看了甚至反而还不想吃了。我只有看这个能看得下去，其他的吃播我看不了一点儿，那看不了一点儿。来一集吗？啊，看哪一集呢？我说实话，我光看封面我就已经不想吃饭了。看最新的一期吗？保护一下大家的眼睛，我就不放大了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看吧。印度的街道很脏，那就把这条视频发给他，让他睁大眼睛好好看看。这么明显的事情还需要讲吗？不过许多印度人也确实很爱干净，就比如面前这几位小哥，他们特地将摊位搬到路边的垃圾场，以牺牲自己顾客身体健康的代价，确保道路整洁。是的，几位小哥经营的并非废品回收站，而是一个美食小摊。此时的视频也并非倒放，小哥是真的在把旁边的垃圾扫进摊位里。要问意义何在？街道这不变得干净了不少吗？他们经营的是烤馕，菜式虽说简单，前期的准备工作却十分讲究。比如烤馕用的炉必须以煤炭为燃料，确保火力持久，煤炭我知道，并以化纤编织袋为导火线，减少落地的白色垃圾。由于附近的河道污染严重，专注于垃圾收集工作，无暇满足饮用需求，所以小摊的水源主要靠罐车运送。放心，这种车的罐体采用食品级不锈钢制作。假如你还有顾虑，那可以看看小哥用的储水桶，它曾被用于装填增速剂，采用工业级标准，质量堪称顶级，对丁克家庭十分友好。小哥还会亲自堵水，既能清洗双手，又能防止水被浪费，干净又环保。以上工作准备完成，用增速水为锅碗瓢盆覆膜之后，便可开始制作烤馕。制作烤馕不仅需要极强的动手能力，还要有异于常人的心理素质。因为这条街的垃圾不能落地，所以废弃的面粉袋必须直接丢进河里。一般人可做不来这种事情。你问这合理吗？这当然合理了，这就是合理。虽说素质堪忧，但小哥的揉面水平堪称一绝，不仅迅速揉好了面，还顺便用面补好了锅。烘干之后，倒出预制好的鹰嘴豆汤，让等不及的食客先把饭吃上。小哥做的是一种素馕，所用馅料主要是现搓的土豆泥。这种土豆泥不仅富含电解质，还能显著补铁，提升人体的造血能力，造福那些因食物中毒而导致吐血的食客。继续往土豆泥中加入盐巴、辣椒粉，拌揉均匀后，即可包入面团中，拍在烤炉的四壁上，在煤炭的烘烤下，不出几分钟就能烤好一张馕。按照惯例，开张前的第一份食物需要献给神明。只要神没说话，那就说明他没意见，可以大胆销售。经营期间，老板的儿子会坐在桌上看视频，除了帮爸比保管手机不被坏人抢去之外，偶尔还会为美食增加食材，比如一个新鲜的童子屉，随机挑选一位幸运食客，完善体内缺失的菌群。开头说过，许多印度人都很爱干净，这位装盘的老板也不例外。上菜前，他会用回收来的报纸拿来擦拭餐盘。上完菜找零后，再捡起来擦拭双手，如此反复循环利用，让本该落地的废纸成为新的温床。正是有了无数家这样的小摊，印度的街道才能始终光亮如新，绿化带才能绿得五彩斑斓，河水更是可以普度众生，引导附近的生灵早日脱离苦海。施老师的视频还是这么有味道啊，太有味儿了。是干净又卫生。